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我是主播李幸福。招商银行在2025年3月底发布了2024年的年报，通过数据透视中国经济真相。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中国领先的商业银行，招行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银行业全貌。今天我们通过这份年报，看看贷款结构怎么反映行业冷暖，居民存款又藏着哪些消费趋势，带你洞察宏观与微观经济的脉动。最引人关注的是，从招行的年报中，我们可以看到，银行业正面临着近20年罕见的经营环境。2024年，招行的 ROE 净资产收益率下滑到 15% 以下，是2004年以来首次。我们知道，银行归根到底是经营杠杆的行业，1块钱的资本金能赚回的利润才是最能体现银行的实际赚钱能力的指标。而 ROE 的下滑，说明银行实际的赚钱能力已经到了近20年的最低点。2024年，招行营收同比下降 0.48%， 而净利润同比增长 1.05%。这个净利润增速实际上是挤出来的，不具备可持续性。2022年招行的拨备覆盖率是 450% 左右，2023年降为 438% 左右，下降 12%， 而2024年拨备覆盖率进一步下滑到 412%， 较前一年度下滑接近 26%， 下滑幅度翻倍。换句话说，招行将拨备里的存粮不断取出来反哺当期的利润，实现了在营收下降的情况下净利润的正增长。拨备覆盖率也称为拨备充足率，是指贷款损失准备对不良贷款的比率，实际上银行贷款可能发生的呆账、坏账准备金的使用比率，仅要反映商业银行对贷款损失的弥补能力和对贷款危机的防范能力。从积极的一方面说，这体现了银行业以风养欠的逆周期属性。和其他行业相比，即使在经济基本面的下行期，依然能相对活得比较好。这也是我们去年提到的逻辑，在比烂的框架下，银行是不差的。从谨慎的一方面说，降拨备反哺利润的做法显然是没法持续的，1年可以，2年可以，3到5年可能就捉襟见肘了。招行尚且还有 400% 以上的拨备覆盖率，那些拨备覆盖率只有 200% 至300%甚至更低的银行，压力只会更大。2024年在招行的所有收入中，净利息收入是下降的，手续费收入也是下降的，只有债券交易和基金买卖的收入大幅提升。这也反映了2024年银行推动了中国的债券牛市，而债券牛市也拯救了银行。那不成啊，得按合同办呢。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仔细拆解数据来看，2024年净利息收入同比下降 0.48%， 占比从2023年的 63.3% 下降到了2024年的 62.6%。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大幅下降 14.28%， 占比从2023年的 27.34% 下降到了2024年的 21.36%。其他净收入同比大增 34%， 占比从 12% 不到，一下子提升到了 16% 左右。投资收益同比增长 35% 左右，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属于未实现的浮盈，同比大增 230% 左右。这两者合计在2024年帮招行多赚了接近120亿。而2024年，招行相对2023年的净利润增幅总计也就15亿出头。明眼人都清楚，债券投资的资本利得是不可持续的，除了一小部分是真的靠交易搓出来的超额外，大部分都是靠天吃饭躺赢赚到的。今年的资本利得收益就是下一年票息收入的缺口。往后的行驶会更加困难。
招行在年报提到，2024年底，招行债券投资合计在2.88万亿左右，较上年末增长了11.24%，增配了3000亿左右的债券。但是实际上，这可能还不是全部。2024年末，招行自有资金在交易账户中，除了债券和非标以外，持有其他资产3500亿左右，而2023年末是2500亿左右。这里的其他资产包括股权投资、基金、理财、贵金属等，但明眼人知道，核心就是基金投资。换句话说，2024年的债券大牛市中，招行不仅增配了3000亿债券，还可能增配了1000亿左右的债基，合计增配的债券类资产在4000亿左右。统算下来，债券加债基的年度同比增速应该在15%上下。而增加基金投资还能继续起到避税的作用，提高对税后利润的贡献。而银行最核心的指标净息差，招行的净息差从 2.15% 下降到 1.98%， 平安银行的净息差从 2.38% 下降到 1.87%。曾经中国净息差最高的2家银行，如今都已经跌破 2%， 其他银行的净息差只会更加惨不忍睹。有吗？有还是没有啊？而招行一直追求的大财富管理表现的也非常弱。最能体现大财富管理含量的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2022年至2024年3年分别是 27.34%、24.80%、21.36%，连续下跌。罗列明细，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720.94亿元，同比下降 14.28%。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中最高的2个分项如下：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220.05亿元，同比下降 22.70%。这块主要是卖理财、保险、基金等的收入。2024年算是理财小年，年末一波小牛市或许略微拉高了权益型产品的销售，但全年还是不行。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银行卡手续费收入167.61亿元，同比下降 14.16%。信用卡业务及信用卡交易额44185.59亿元，同比下降 8.23%。信用卡也是刷不动了，带来的交易手续费自然是降了。正常情况下，当信贷领域进入萧条期时，应该是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顶上去，弥补信贷利息收入的不足，从而熨平波动。但是我们发现，手续费及佣金依然逃不开更大的经济环境的周期。当居民进入缩表阶段，信贷需求不显，理财消费的需求同样也不旺盛。总体来看，招商银行2024年年报既揭示了银行业当前靠天吃饭的无奈现实，也暴露出高质量转型路上的多重挑战。债券牛市带来的盈利改善终究难以长久，真正能决定银行未来走势的，依然是企业与居民的真实信贷需求和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修复程度。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